中基乌铁路传来喜讯，欧亚大陆的命运也随之来到了十字路口。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程 Talk。 在日前，我国发改委对外通告，目前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建设的中基乌铁路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整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即将在6月底之前全部完成。此消息放出之后引发国内外的热议。坦率地说中基乌的铁路项目其实我们早在1997年就在尝试推进，现在可以成功的推动这件事情里头，俄罗斯的立场还起着一个很关键的作用。你可以说现在俄罗斯是认命了，也可以说俄罗斯现在是回归理性。归根结底，中国能在中亚地区推开自己的战略规划，原本最大阻碍的俄罗斯现在已经放手了。很明显，乌克兰战争的进退两难让普京总统认清了现实，再抱着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和我们中国打交道，那是行不通的。而回归经济发展对中国和俄罗斯都有好处。很早之前我们曾经聊过这个问题。中基乌铁路与其说是中国打通了中亚5国联系，不如说中国是在尝试打通欧亚大陆。不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促成中东和解，最核心的本质就是要盘活欧亚大陆的贸易流通和交流互动。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大宗商品贸易逐渐转向海上运输，所以谁拿到了海权，控制了海洋，谁就是世界的霸主。这个位置从最初的西班牙到法国，再到英国，到最后现在的美国，无一例外都是海权的争夺。然而随着交通科技的进步，陆运和海运有了新的选择，而中国这些年瞄准的正是陆上交通的科技树。在和美国的博弈中最核心的对决就是陆权和海权的争夺。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和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正面对冲。而美国这些年在全球的布局中很大一部分是基于一个叫做边缘地带论的学说。这个学说里基于陆权论和海权论的修正，认为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了世界的命运。而欧亚大陆的4个边缘地带就是欧洲、中东、印度和东亚。这些年美国一直也是围绕着这4个边缘地带做文章。然而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美国非常头疼且无解的战略，它既不是阴谋也不是骗局，而是一个1000年前就曾出现过的游戏规则。只要它能够再次打通欧亚大陆，那么欧亚大陆上所有的国家都将因此受益，也都乐意在这个体系里发展和壮大。正常的竞争，美国是根本插不了手，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考虑过陆权这个东西，或者说靠着他大航海时代起家的西方根本就没有考虑过陆权会在几百年后再一次复兴。美国人进不来这个体系，他只靠着北美大陆，美国不过是慢性死亡而已。美国现在的确还是控制着海权，可是一点用都没有，他只能干着急。这些年我们中国拼命下饺子壮大海上力量，其实从来不是想跟美国争海权的。这个话中国其实这些年跟美国会晤时很早就跟美国人说过，可美国人他不相信，老觉得我们中国要准备从海上和他决战。其实根本不是，因为中国靠着陆权慢慢就能耗死美国。美国觉得中国老说谎，其实是完全不理解我们的战略，觉得中国是在跟他说假话骗他。我们壮大海军最大的一个目标其实只是防止美国狗急跳墙，在他自己还能拿得动刀的时候用海权和我们中国决战。直白的说随着中基乌铁路的准备工作接近尾声，欧亚大陆的命运也来到了十字路口。海权对陆权，一旦中基乌铁路完工，中美博弈的核心对决也将走向高潮。我们拭目以待吧。好，各位网友，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